一句贼口，戳我几分千年。怨我张角死去何往？难道是因为替苍生讨了一丝活下去的希望吗？东汉末年，天地不仁，瘟疫啃食中原，母亲交来数根难救婴孩，而郡守垄断药草，明码标价，用3数艾叶换15岁少女。朝堂之上，圣人不仁，汉灵帝公开卖官，县令100万起，公卿1000万起，而那些买官之人又会百倍于百姓身上扎回本。然使洛阳城内酒池肉林盛世景，而城外百姓却恶表遍野是秽土。那垃圾世道却不拿人命当草芥，好抢夺了百姓最后一丝生的希望。而既然这天地圣人都他妈不仁，那老子就做这第一个掀桌子的人，砸烂这吃人的规矩，扒了那些衣冠禽兽的画皮，然后再告诉所有人，百姓不是生来就被跪着、被宰、给压着，被当成史书里轻飘飘的一串数字。只要是再敢把百姓当蝼蚁，我张角就让他们尝尝被吞噬在怒火里是什么滋味。这天下再换个活法。建宁2年，司隶大义，屈汉书用轻飘飘8字记载了这场瘟疫。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怎会知晓这8个字背后是多少生命？而唯有这双走烂的双脚告诉我，那是场倒挂的人间烈日，无门无所见，白骨必平原。但我一直坚信大汉荣光400，前有文景之治，后有光武中兴。如今虽有风霜，但也只会让这个国家更强大。我便愿化作一粒尘埃，用毕生所学救着苍生。我逆行于脓疮腐烂的瘟疫区，用一支符水掺几粒粟米，告诉他们喝了它就一定能活下去。这一救也是数载。建宁5年，河间郡郊野，官道两旁的树皮都被剥光了，树下蜷着个咽气的妇人，怀里的婴孩正在啃枯皮。圣上不是刚剥了赈灾粮吗？当我赶到郡县时，才发现朝廷发的赈灾粮是宇宙丰收年里给畜生吃的麦麸，而早就听说如今宦官当道，时常是报收敛财，却没想到如今连赈灾粮都得挂催油。而你能想到那些杂种还发明了哪些奇葩税吗？驱邪税，我就一人需交20万；鬓发税，头发不得超3寸；呼吸税，一人呼吸税3万。我跪在太行山脚问苍天，老天爷，你真的就看不见这水火中的苍生吗？公元175年，我对大汉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。灵帝没有想着救疫救灾，而是强征了数万百姓，为他的仁政歌功颂德。号亿万间第18年，离石在夕阳下如巨型棺椁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仁义德治。而在饿得皮包骨的百姓眼中，那分明就是对会吸血的侍卫。朝廷积财亿万，不肯救穷周济，使人饥寒而死，罪当入狱。这是即便突然传来孩童歌谣，更应了这时代的景。发如酒，减复生，头如髻，各复命。那天以后，我便不再迟疑，救人救不了时，治病治不了佛。既然苍天早就瞎了眼，那就戴上黄金。中平元年正月，巴州之地一夜飘起黄旗。面对烂透了的汉末王庭，人们在饿死与战死间选择了后者。张角用10年传教扩散教众30万，本定好在甲子年全国举旗，却没想到一个叫唐周的叛徒，在起义的前1个月做了朝廷的狗。灵帝得知后，立刻抓了张角的家人，还车裂了在洛阳等待起义的张元义及数千教众。起义被迫开始，于是张角便喊出了那句传唱1000年的灭汉语：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，雷公助我！一夜之间，全国各地纷纷响应，农民军像决堤的洪水冲进各州县衙，把贪官吊在城楼，将酷吏的皮扒下来做天灯。张角命攻破城池的农民军杀狗官不杀小卒，烧衙门不烧民屋，抢官仓7成分百姓。居数日，全国7州28郡便都有了农民军的影子。灵帝得知后瞬间慌了，直接下血本，掏出了这些年横征暴敛的小金库，召天下诸侯讨伐张角。随后任黄埔松为左中郎将，朱俊为右中郎将，率4万人攻打农民军。而按常理来说，4万人面对30万，农民军可以说是占尽优势。但虽称为军，其实里面大多是连饭都吃不起的流民。
再加上本就是仓促起义，一些农民军甚至拿根木棍就上了战场，而一边是全副武装的铁骑，一边是饥黄面授的难民，高下立判。所以说这很难说得上是战争，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碾压式的屠杀。正规军下场后如入无人之境，将农民军打得如鸟兽散。而当各诸侯看清农民军原来都是纸老虎时，便纷纷下场诛贼。短短2月，局势就完全逆转，农民军成了就像是被各诸侯刷经验的小怪，被杀得一退再退，四分五裂。是年10月，张角病死于广宗城，其弟张良与10万农民军被困城中。最后的决战由黄埔松夜袭开始，而面对训练有素的汉家精锐，农民军再一次被打得溃不成军，然后被一步步逼退至漳河，数十万人如待宰羔羊。最后被黄埔松斩首3万，溺亡5万，溃逃者不计其数。后来张角的尸首被人从墓中掘出，鞭尸后再将其头颅送至洛阳，其弟张良、张宝也纷纷战死。这场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，仅在9个月后就宣告败了。而朝廷虽平了黄巾之乱，但土地流民、垄断、瘟疫这些问题，他们依旧视而不见。然是小规模起义持续上演，各地豪强便以镇压起义之名加强私人武装，然后就慢慢演变成了我们后来都熟知的三国鼎立。而张角或许从一开始便知道这是一场必输的赌局，但他的抗争如一道刺破黑暗的光，这道光让世人看清了，原来那个腐朽的朝堂上那张神圣的至高无上的脸，他也不过凡人之躯。更让世世代代都记住了一个真理，那就是人民从来不是蝼蚁，尊严与公平永远值得他们以命相搏。